各位網友大家好，7月14號，東莞出咗條新政策，刺激夜間消費動能，對酒吧、娛樂場所嘅駐唱、駐演等營業性演出活動實施應批盡批、便利化審批，促進各種美食節、餐飲消費活動，帶動夜間經濟嘅繁榮，提升城市嘅綜合競爭力。意思就係開放翻夜場產業，開晒綠燈，只要你唔係太過分嘅，一般都唔會干預你。咁啊，聽到呢個消息呢，令人諗起曾經嗰個酒池肉林、醉生夢死嘅東莞夜生活嘅，咩殘廢餐啊、A 貨啊、B 貨啊，仲有幾多人係記得呢啲名詞術語啊？當年著名嘅太子酒店就係最具代表性，亦係行業嘅龍頭啊！成個產業背後嘅一哥太子輝啊，梁耀輝啊，響晒朵噶啦。喺2004年嘅時候，太子輝投資咗5億人民幣，豪裝改造太子酒店，成為頂級嘅5星級酒店。佢出到日薪500蚊底薪，向全國招募靚女。要知道2004年東莞嘅平均月薪只係1170蚊人民幣。成個東莞嘅產業從2004年到2014年期間，成為全亞洲最輝煌嘅紅燈區，堪稱男人天堂啊！咁啲人通常呢去到東莞都係先去酒店食飯嘅，然後就會去酒吧飲下酒，咁啊飲到有啲酒意嘅時候呢，先至上去酒店。上到酒店，成個服務過程就好似嗰出電影《飛虎出征》咁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實際嘅服務質素呢，就比電影裏邊嘅情節仲要高得多。成個服務嘅過程呢，就2粒鐘，咁當然你可以另外再加鐘嘅。個消費呢，大概就係1000蚊人民幣度啦。咁啊，大部分嘅客人呢，都係享受完個服務就走噶啦，跟住就出去宵夜，賽後總結。呢啲酒店呢，一晚通常都會接待2到3台客嘅。換床單都換2-3次嘅啦，咁啊成個東莞咁多嗰啲靚女技師啊，佢哋每日上班前呢都會出去食飯、洗頭、set 靚個髮型、化妝、美甲，有時仲會做下美容，同埋佢哋仲要租屋住。佢哋落咗班之後呢，又會去宵夜啦，跟住去打麻雀啦，或者去唱下 K 啦。所以呢個紅燈區嘅產業呢，係帶動咗好多下游嘅產業喺度揾食嘅。我嗰陣識得有個人啊，喺東莞承包嗰啲酒店嘅洗床單嘅業務啊，都做到發晒達啦。成個產業鏈年產值為東莞貢獻咗500億嘅 GDP。當時東莞嘅財政收入相當高啊，可以講係養起晒成個東莞，令到好多人致富嘅。一直去到2014年嘅掃黃行動，將成個產業鏈掃晒之後呢，東莞嘅經濟即刻垂直式下降嘅，跟住收緊晒啲政策。你想再開間酒吧或者夜場啊，難過登天啊！你想攞個牌照，淨係一個消防部門都卡死你啊！因為當時政府係有意壓住，唔俾呢個行業發展嘅。咁依家見到個經濟咁差，推出咗咁多政策都好似冇咩用咁，打咗咁多支強心針，個病人都冇咩反應嘅。咁啊，見到東莞曾經有呢個成功案例，依家就想開放翻夜生活嘅產業嚟到提升經濟，都屬於有啲算係急病亂投醫嘅心態噶啦。咩方法都試下啦，唉，不惜犧牲一切救經濟啊！因為嗰啲虔誠嘅共產主義教徒喺意識形態上面就好討厭呢啲產業嘅。你睇下北朝鮮邊會有酒吧出現噶？但係個新政策呢，只係講開放酒吧、娛樂場所嘅駐唱同埋演出活動，說白了就係各個部門唔再卡呢啲牌照，對呢個行業開綠燈。譬如話允許啲夜場可以有啲穿着性感嘅靚女跳下舞啊咁咯。但係當年東莞呢個夜生活產業鏈嘅核心呢，其實係黃色事業。至於嗰啲酒吧啊、夜場啊，度度都有噶啦，使乜專程嚟到東莞啫？嚟得東莞嘅都係想享受嗰個紅燈區服務噶啦。
依家能唔能夠復甦係有兩個條件嘅。第一個條件，黃賭毒就好似基督教裏邊嘅十戒一樣，係冇可能會改變嘅，最多就係依家暫時隻眼開隻眼閉。當你日後做到風生水起嘅時候，會唔會又嚟掃蕩呢？呢啲咁嘅政策隨時都朝令夕改噶啦，點知道會唔會又係養肥咗嚟劏啊？除非喺法律條文裏邊明確紅燈區合法化，當然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啦。咁所以呢個係投資者會考慮嘅其中一個條件。個個都怕成為第二個太子輝噶嘛，揾咗10年錢換嚟嘅就係判咗個無期徒刑。第二個條件，當年東莞紅燈區產業能夠做到咁成功，有一個重要嘅因素就係當時嘅全國嘅經濟水平係相當之高嘅。嗰陣時你去廣州、深圳嘅商業區行下，周街都係外國人，係歐美嘅白人喎，唔係黑人同穆斯林喎。當時大部分人都揾到錢嘅，做生意嘅利潤空間就相當豐厚。嗰啲做裝修工程嘅利潤最少得40%嘅啦，做餐飲嘅開一間就旺一間，間間都要等位嘅，好多都做到加一服務費添啊！嗰陣時去一晚卡拉 OK， 普普通通嘅都2、3千蚊埋單落樓噶啦。喺嗰陣時啊，嗰啲賣建築材料嘅、賣汽配嘅、賣服裝嘅嗰啲老細啊，嗰啲生意旺到都做唔切嘅，請一大堆工仔做嘢，嗰啲公司啊全部都自動化運作嘅，嗰啲老細啊得閒到下午就去打麻雀噶啦，跟住就夜夜笙歌。正所謂啊，飽暖啊思淫欲，係要有咁嘅經濟基礎同埋消費力，先至會有嗰時東莞嘅輝煌。依家根本就冇呢個條件，好多老細都處於負債當中，全國嘅老賴已經達到3000萬啦，邊度仲有咁龐大嘅消費群體啊？香港啲經濟都唔掂啦，嗰陣嚟東莞玩嘅有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噶。經濟學嘅嘢咧係一環扣一環嘅，佢係有個邏輯規律喺度嘅。依家上述嘅兩個條件都冇，你想倒果為因咁提升其中一個環節嘅經濟啊，根本就不切實際。OK， 今日分享到呢度，歡迎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